景空所拿兵器正是西洋佩剑。西洋剑分为花剑、重剑和佩剑3种。佩剑全长不超过105厘米，重量不超过500克，体积和重量介于花剑和重剑之间。它的原型是古代骑兵所配备的军刀。霍元甲所拿兵器正是太极剑。太极剑分为剑身、剑柄、剑穗。我们再来看一下霍元甲的握剑手法。此握法正是顺剑式握法。握剑手法一共有6种，分别为平握、直握、前握、反握、顺握、提握。顺握是指5个手指平卷握剑，一般多用于劈剑、崩剑、架剑、推剑等。霍元甲手型为剑指，剑指的作用非常之多，例如增加动作美感。剑指与剑法动作配合，可以使剑术显得更加潇洒优美。退步顺势拨剑格挡，横劈剑，连续进步刺剑，下劈剑，右劈剑，斜劈剑，左劈剑，右劈剑。仅仅交手不到5秒钟，霍元甲就倍感压力。霍元甲没想到景空的出剑频率竟然如此密集。霍元甲也是第一次和西洋剑术交手，一时之间难以跟上对方的节奏。西洋剑术的主要手段是以刺劈、扫挡等为主，同时还需要灵活应对对手的攻击和变化。西洋剑术的招式虽然简单，但每个动作都有其独特的技巧和要求。在景空的强势进攻下，霍元甲也从刚开始的顺握变成了现在的前握。前握的特点是能有效地抵挡住对方强有力的攻击。在对方强有力的进攻下，霍元甲并没有自乱阵脚，接着一招拨剑格挡后开始强势反击。达摩剑法蜻蜓点水，达摩剑法2马分鬃，达摩剑法耀子翻身，达摩剑法定阳针，扫龙式。幸好景空手腕处带有护甲，挡下了这一剑，随即将霍元甲的剑给弹开，然后直接使出一招蓄力横斩，想要将霍元甲开膛破肚。霍元甲临危不乱，直接使出了达摩剑法中的高阶剑横江飞渡。横江飞渡是达摩剑法中的第11式，其上一式为定阳针，下一式为扫龙剑。达摩剑法横江飞渡的特点是身法灵动，剑法犀利，以横扫千军之势，如飞渡江河，无可阻挡。霍元甲这一剑本可以御剑封喉，但霍元甲留手了，而是朝着景空胸腹攻去。景空胸前的护甲再次挡下这致命一击，景空挨了这一剑，心里顿时暗暗心惊。在和霍元甲比武之前，早已听闻霍元甲拳脚功夫打遍金门无敌手，他没想到霍元甲的剑法竟然也如此厉害。霍元甲乘胜追击，一招仙人指路再次攻去，但景空并没有被霍元甲刚才的那一剑给吓到，而是以一记斜劈剑迎击后，直接来了个强势反击。霍元甲也没想到，对方在面对自己的达摩剑法时，竟然没有丝毫退步，而且攻势更加凶猛。达摩剑法的特点就是以静制动，以气运力，亦以怪招闻名天下。其身法步法之奇之巧，也是其他剑法望尘莫及的。而景空一直被霍元甲压制，而且还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可想而知，景空的心理素质果然异于常人。拨剑格挡，苏秦背剑，回身劈剑，收步截剑，锥形截脉。锥形截脉是武当行剑中的招式，武当行剑是武当4剑中的最高级剑法，其特点为洞察对手的出招动作甚至意识，己方后发先至，以巧妙角度截击对方攻击而来的肢体，例如握剑的腕脉手臂，阻截其攻击，甚至令对手肢体自行送到剑锋上，即所谓锥形截脉。武当行剑以心法为重，并没有固定的招式。景空有护甲护身，再次挡了下来。霍元甲接着再用一招行力龙行剑逼近景空面前。场下的杨伟看到霍元甲竟然这般厉害，自己能输给他，也算是自己的荣幸了。利剑格挡，武当剑法扫井寻梅，洗剑。洗剑是古代的剑术名称之一，它是挥剑做较大幅度的运动过程，以剑身的前端剑刃和剑尖为动作的主体。洗剑的作用就是寻找一招制敌的机会。霍元甲瞅准时机，先是以一招拨剑格挡将对方兵器拨开，然后一招仙人指路直攻景空中路，但又被景空手腕的护甲给挡了下来。霍元甲顺势变招，再用一招孤独剑横破剑式，将景空的护甲直接给取了下来。拨剑格挡，耀子翻身顺势下劈剑。太极剑法犀牛望月，霍元甲以一招太极剑法犀牛望月，直接将景空兵器给卸了下来。对方兵器被卸下来的一瞬间，现场的气氛也随之来到了高潮。